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呀！我是你朝思暮想的九九。最近我又挖到了一部宝藏老番，怎么跟你们形容呢？就是有那么一点小恐怖，有那么一点小血腥，有那么一点小治愈，还有那么一点不可描述。它就是科赛特的肖像。先给你们看看这番的监督啊，就这4个字往这儿一摆，那懂的都懂。今天九九就带大家体验一下这45度的致命诱惑。咱们的男主叫乔仓永利，这名字听起来太像妹子，还是叫他勇哥吧。勇哥是一个相貌平平也不会打扮的正太，和外表不同，他其实是一个内心坚强的男孩子，平时十分喜欢画画，为人也相当的雅撒些。目前在一家叫做香兰堂的古董店里打工。一天，叔叔寄来了2个欧洲淘来的古董，一个是古董柜子和一个价值400万的玻璃器皿。勇哥也是挺好奇啊，这啥杯子啊，这么值钱？他立马打开盒子，结果一只漂亮的雕花琉璃杯映入眼帘，他忍不住拿起来仔细端详。可是下一秒他就发现这玻璃杯里好像有双眼睛在死死地盯着他。那勇哥也是一点没含糊，硬生生地盯了回去。突然他眼前一白，等再次回过神才发现杯子里有一位金发少女坐在欧式建筑里弹着钢琴。勇哥这个名字真不白叫，那是真的勇。这事儿要换成别人早就吓得一屁股坐到地上了，他还一个劲儿的招人，也可能是单身久了。隔壁的镇子和裂口女都有对象了，还有什么不可能的呢？因为这个幻境，他还怀疑是自己脑子坏掉了，专门去医院做了检查。隔天，勇哥的青梅竹马祥子来到了店里。祥子不但长得漂亮，并且特别聪明，心思也十分细腻敏感。他这次来给勇哥送吃的，看到桌子上的杯子十分漂亮，拿起来就想用。勇哥站起来想拦住他，但还是放弃了。祥子倒了一杯茶，端起杯子看着那漂亮的雕花，而在勇哥眼里却看到金发少女穿着粉色洋裙，看来除了他别人是看不见的。勇哥也试图用手机拍照，发现根本没有用。从那天之后，他一有时间就拿起杯子把玩，看着杯子里的女孩，他不但没有害怕，反倒是有种初恋的感觉。到后来更是一会儿不见就十分想念。闲暇的时候还会给杯子里的少女画各式各样的画像，就连出去和朋友聚餐，他都全程保持着圣母利亚般的微笑。这不是土狗局吗？看到这儿，你是不是以为这番指定是甜甜的恋爱没跑了？来，我们再看一下这4个大字。这事儿要真那么简单，隔壁学弟的头都按不住了。事情的转折就在他们相遇的第7天。那天晚上，勇哥正准备关灯回家睡大觉，突然听到一个声音，他连连后退，但是看起飘起的杯子，又忍不住向前。就在触碰到杯子的时候，他仿佛整个人被吸了进去。在杯子里，勇哥像变了个人，他拿着一把刀对少女步步紧逼。最终少女还是香消玉殒。现实中，等勇哥回过神，手里已经拿着满是鲜血的酒杯，他吓得一把愣在地上，看着一手的鲜血，他不敢相信是自己杀了少女。令他更为震惊的是，金发少女端着一杯血再次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并且蛊惑他说，如果你不想失去我的话，就喝下去。然后勇哥就真的把他给喝了。后来他就晕倒了，还是对面杂货铺的小游发现了他。第2天，他再次看向那只玻璃杯，却没有发现少女。这个时候，祥子和医生带着个土豪来店里买古董。土豪说自己有一位女性朋友，非要买件古董摆在家里做装饰，任性的很。之后，土豪便看上了那个和玻璃杯一起运过来的柜子。后来，勇哥在收拾柜子的时候，发现藏在暗格里的自画像，画像上的少女和杯子里的一模一样，上面还写着一行字：送给科赛特·杜维尼，爱你的马尔切罗·奥兰多。原来这个少女叫科赛特。隔天，勇哥按照约定把柜子送到土豪家，他也想明白了，这天天虚虚实实的生活，早点放下也挺好的。把柜子放好，正准备离开时，他却看到科赛特坐在地上，呆呆地盯着那个柜子，那弱小无助的样子，看着都难受。勇哥回到家后，反复安慰自己，但是在看到以前为科赛特画的画像时，他又忍不住回想起他看柜子的表情。越想越觉得不安，他抄起杯子就往土豪家赶。
土豪家也没锁门，勇哥推门而入，才发现土豪和他的情人已经死掉了。他质问科赛特这些是不是他干的，科赛特并没有理他。突然天旋地转，到处都淌着鲜血，一道红色闪电直奔勇哥而去，将他的身体彻底刺穿。不管他怎么哭喊都没有用，周围也变成了一片火海。之后勇哥仿佛变成了怪物，冲向科赛特。科赛特躲过了袭击，然后用杯子带他去了另一个世界。在这里，勇哥被挂在十字架上，不停地鞭打。他到现在也没搞明白自己哪里错了，不过是爱上了非人之物，至于被大刑伺候吗？哪怕受了这么多不明不白的刑责，勇哥也不想失去科赛特。他褪去了怪物的外表，露出原本的样子。科赛特的手一挥，一团黑色的物体穿透了他的身体。等勇哥再次醒来，仿佛只是做了一场梦，但是胸口那狰狞的伤疤又让他不得不接受现实。为什么科赛特要这么对勇哥？这事儿还要从他生前说起。他有一个叫马尔切罗的未婚夫，这个马尔切罗是个画家，他为少女时期的科赛特画了很多肖像画，并且疯狂地迷恋于这些画作，甚至觉得如果科赛特长大了，这种美就不复存在。不断长大的本体对于美丽的画作更是一种玷污。马尔切罗无法忍受这种事情的发生，于是在画完自己满意的作品后，将科赛特和他的家人一并杀掉。俗话说万物皆有灵，科赛特经常用的器皿，他们深深爱着自己的主人，因此在马尔切罗举刀时产生了巨大的怨念，变成了受诅咒的器皿。这些器皿是摔不碎的，他们给很多无罪之人带来了厄运，只有净化这些器皿，科赛特才能安心的长眠，所以才和与马尔切罗转世相似的勇哥缔结了血之契约。这个契约就是要勇哥付出生命来完成救赎，所以勇哥才会被上刀山下火海。为什么折腾了这么久，科赛特还是没有杀他呢？想继续看的点赞支持一下呀！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爱你们，